大家好，沿着波尔图夫兹区海岸线有一座著名的城堡，叫圣方济各沙乌略堡。这个名字有点拗口难记，但是它有一个外号叫奶酪堡。为什么叫奶酪堡呢？由于堡垒所见的花岗岩礁石形状像一块奶酪，因此呢，大家就叫它奶酪堡。这座城堡建于17世纪下半叶，约在1661年完成。最初是为了防御海盗和海上入侵者而建，是保护波尔图海岸的军事防御工事。门票非常便宜，只有0.5欧元，也俗称5毛，就可以进去参观了。在历史上，这座城堡曾在多次战役中使用，包括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拿破仑战争和葡萄牙国内的冲突。那这个是原来的炮台，它做大岩石，所以它浪打上来可能更好看一些。咱们站在这个城堡上，从这个窗口，小这个窗户，还有可以避风。从这儿看，可能就是从这儿把枪就伸到这儿。对，就是因为左边，所以它这个枪眼对着这个侵犯的敌人。沙滩上面的沙子全吹起来了，所以感觉好像是有很大的灰。波尔图 Porto 这个城市呢，本身来说它就是一个港口，对面的船应该是多少万吨轮的，10万吨什么之类的。那是货轮还是油轮？这应该是货轮，就是装卸货的。这个船舱里面可以，比如像这个一般好像装这个汽车的，就一般都是这种。然后你看它这个工业区，它这个有这个集装箱码头的，最远处集装码头，还有很多这个大烟囱。所以这个整个呢是个大港口，所以它为了这个防港口的话，它一般都有防护梯。那么原来以为是可以走到这个防护梯的头上面，防护堤坝的这个对头上面，实际上是过不去，因为它整个都是港口区了。那么它为了保护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所以它这个有一个城堡。那么城堡的话，它可以面向这个整个港口，敌人要进来的话，大炮就冲着这个，人家想占你这港口，那就不容易了，因为你这有个炮台，那么这个就可以把敌人给吓跑。这炮台是历史上的，那历史上那个港口就存在？那应该是吧，因为呢，港口一般来说呢，它是深水的地方才能变成港口，要不然大船它上不来嘛。那另外一个呢，也不能都是礁石，你都是礁石的话，这个船也上不来，因为一下子搁浅就撞到岩石上面就撞坏了。所以港口的这个要求呢，就说一个要深水区，那么另外又有沙滩，那么小船呢可以上到沙滩上面这个上来，大船的话呢也能上得来。所以你看它这个那么大个船的话，吃水的话应该是很深的，要吃水到20米。不会，因为海洋的这个东西你挖了，原来是浅的，你挖了也没用，它很快又沙子又填回去了。它自然的这个深水港，只要么填上两港，两港的意思就是说一定是深水。那么深水区这个它自然而然就是深水，那才能够形成大船。人工可以把它边上弄那什么？也可以，但是那老要疏淤，就是说。本身不是天然的良港的话，那你就是要老要过来这个疏淤，所以这个大炮很大。
哎呦，哇 ！Yes. Really? Expensive, but my wife. 哇！下面右边还有一家店，还可以签名呢。来，签个名。别签了。老式的机枪，下面这子弹，这是这是子弹，上面这个是一个卡宾枪嘛，这个卡宾枪，机枪，机关枪吧？机枪，机枪什么意思？机枪就是可以连续发的，但是它这个子弹是弹夹是在上部的，就插上去以后，估计那可能有个70-80发，它这个衣服，然后那个肩章，就是不同级别的人。然后右边是勋章，那这个是有配件的，就是配了一个剑，不知道是这应该是将军类的人，就是小模型，然后银盘，但是这个银盘我估计可能都是作为勋章画，上面这个画，好像第一次看的是。这个子弹夹是横过来的，一般很少有横过来的。这边也是它军帽，然后当然这是都是矿石的这个样板，就是岩石矿石的这个配件，拿剑出来跟人家搏斗，最后就是近距离的打。它是叫特种部队，就是那为什么有中文的呢？殖民地来的人，澳门内部交流。那么这是航空炸弹，航空炸弹，应该从天上丢下来，然后那个飞机上丢下来。然后这个是手榴弹，这边上那个黑的。对，我从侧面看出来。那这个呢？一般来说，它呢是叫震爆式的，它表面没有这个弹片。手榴弹有2种，有一种呢是靠炸了以后炸出很多碎片，那个碎片打到谁就给打死。那这种呢是靠这个爆炸的这个声音，还有呢产生的这个冲击波把人给震死。一般来说呢，进攻的时候他们喜欢用这个。就是对方战壕里面你丢过去，然后呢，离得不是很远，比如说20-30米，把对方这个给震死了，一下给震昏了。但是呢，因为他没有弹片，自己呢就不会受伤。你要是一般的手榴弹丢得太近，那么这个有可能自己也受伤，因为你丢过去以后，它炸了以后，这个弹片就这个碎的这个碎片有可能打到自己。所以这种呢，就是表面没有很多这个金属，那这种呢，一般来说是这个进攻的时候喜欢用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点赞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